你以为台湾中小企业那么多，每一家都隐形冠军哦，都这么厉害哦？其实有非常多家中小企业根本都是怎样打平或是赔钱的边缘，真的哦，甚至他已经赔钱中。那他公司怎么没倒？怎么活的？答案就是靠贷款撑住，真的哦，到贷款撑住，然后等好赚的时机到来。哦，那个好赚的时机一到来，一直赚起来哦，他就可以比填平以前的亏损，然后再多拿很多的钱。所以他在这个时机的理由面前，他必须要撑哦，就给他撑着就对了。哦，这里面的门道是这样哦，就是公司工厂啊，就是要动，赔钱他也要动，至少你要把账做到赚钱，然后怎么样？去向银行贷款，好，贷款周转金来发工资，好，一笔5年的企业贷款，大概可以让企业安稳续命3年没有问题啊，你就拿5年的钱，就2年留起来慢慢缴，让他自己扣自己嘛，你大概这3年里面。哦，有什么大风大浪，你都是缴得出这个房租跟那个员工薪水的。先说结论哈，因为买房子公司赚的比较多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哈，打工人致富安全的机会是买房。好，我们现在定义什么叫致富哈？致富的意思不是赚到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哈。这个你去祈祷啊，你去拜拜哈，每次买大乐透都赚到头奖哦，这个比较快。致富的意思是说，你的钱哈会自己变得越来越多。哎，对，这听起来像废话，就是增值啊，资产自己的增值。但其实不是哈，就是我们现在讲钱变多哦，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事它就变多哦，自己会繁殖出更多的资产就对了。就像你上班领薪水，那你就要有上班才会有钱嘛。哦，那如果你没有去上班的话，哦，那你这个月收入就会下降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当老板也不会让你致富。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不去公司，明天不去公司，1个礼拜不去，2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当过员工的人一定知道，就是会开始打混摸鱼，然后获利就会下滑。当然，如果你是张忠谋这种请得起专业经理人来帮你打理你的公司，那你的确是可以不用去公司，但你就是股东嘛，那股东的话也是属于在吃这个资产的增值，这极少数啦。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公司赚钱了都喜欢买房子？哦，现在这个当然少很多了嘛，因为法令的关系，禁止私法人购物。但是他们现在转向商办市场啊，这也是真的但是你可以去问现在的房仲就以前的老板，很多公司都是赚到钱以后就去买房子，然后再把钱拉出来投资就像不断的循环。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这些公司明明本来就本业就赚钱，他的做法不是去加码本业，而是拿去买房子如果我今天请10个人月营业额可以做到300万，那我应该请20个人来让月营业额翻倍啊。台湾惯老板这么会算，难道没有想到吗？那我直接说答案，因为买房子更赚钱了，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就是做房地产会比你本业还要赚钱，而且更没有风险假设你的公司现在办公室是你自己买的，就不要说办公室有多大，50坪就好1坪涨了10万请问获利多少？500万。好，这个500万是什么？是公司净利就加了500那接下来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公司要赚到净利500，要做多少营业额？假设你的毛利是3成，那你至少营业额要做到1667万，才能够赚到这个净利500，更何况这个是净利呢？我刚刚讲的那500直接是净利的呢。好，所以最后你要知道，能够帮你致富的也是房子这样子你应该就听得懂为什么你去拜访一些公司，明明看起来袅袅的，然后那个员工都很老很懒散的样子，那你就觉得这间公司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但是你都换工作了他都还在撑，然后那员工这过起日子来，这个叫个舒心快活因为老板根本就不需要公司来帮他赚大钱，他只要能够赚到每个月付员工薪水就好了，付得出房贷这样他就好了。过了20年以后，房贷缴清了，他就直接把公司的房子卖掉，逍遥自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政府会出手禁止私法人买房的原因，因为私法人来跟一般居民在那边抢住宅的房子就变成这些中小企业主都这样不专注本业，他们都跑了房地产去排挤掉这个本国国民这个住宅的机会所以用了一个限制私法人购屋这个影响非常的之大。你没有在房地产业界，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在同个时期大概私法人购屋一季里面15000多户，现在只剩下个位数，好像个位数还2位数，好像19户这样所以一大堆公司的钱都被赶出房地产住宅的市场了。那他们要去哪里？去买办公室，去买商办，去买厂办。所以现在商办
很旺盛，就是这样。以前一些建商他们不太盖商办的，他们都盖住宅，因为盖住宅消化很快嘛。那现在也都是另起炉灶就开始盖这些 A 办。你以为他是看好未来工作机会？没有，他就是要盖给这些司法人来买的就是这样。好。那只要你手上有房子不管是商办、厂办还是住宅，你只要有在车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时间带给你的红利。那这个差别在于说，老板他有打工人来帮他生钱缴房贷所以他可以买大间的那你口袋就比较浅了，你就买小间的住宅这样那还是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都在吃这个时间的复利。不然你就去看，跟你差不多时间毕业的人，是先买房的人，之后他过得比较好，还是职位高的人他过得比较好？讲完是闲聊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打工人致富的安稳的机会就是买房子那我先跟你分享，致富的关键是你的钱要自己越变越多那如果你是上班领薪水或是创业，这个都不是让你致富的路径，因为你没有劳动你就没有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板开公司赚钱之后选择买房而非扩展本业，因为房子的增值你就给它放在那里，对不对？然后随着时间吃到这个时间的红利，它就膨胀起来了，比本业风险的投资更加的稳定跟高效这也是为什么要禁止司法人买房的原因那你有想过你想致富的话你要怎么做吗？就买房子对不对？只要你有买房子，你在车上你就能够利用房地产的时间来复利增值，你照样去上你的班没关系这个房子还在持续的膨胀增值给你那一趟两趟之后，你经过房地产一次两次大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手上的资产很值钱那这些资产一膨胀起来赚的都比你还多那这个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财富累积的快车道真的就是这样除非你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家里给你很多房子，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些凡人都是自己慢慢累积的嘛，对吧？那我们现在才30几岁，那我们就一路给他累积到50几岁，这有很过分吗？不会啊，我们累积到50几岁，到时候资产的膨胀，随便一膨胀，可能易来易去的房地产资产一膨胀也不用多5%，这样就500多万了呢，对吧？那你去上一个班，一年怎么赚到500多万？这就是房子它金融产品资产的属性它去膨胀的一膨胀的话，它就可以来 cover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很瞎，本业明显就没有在赚钱的公司，可它活得很好的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我们吃土地吃祖产的公司这很多超多的，对不对？那个大同不是被人家讲现在都是靠土地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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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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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 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就是说我常常看到有居住正义大侠在那边高声疾呼升息来打击房价啦，我跟你说这招在台湾并不太可行。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湾有太多中小企业其实都是靠着老板娘的房子在续命的，你知道吗？政府很清楚，所以不会为了打击房价硬是怎样猛烈升息来让中小企业这样倒一片，造成失业率严重飙高，造成犯罪率飙高的外部成本，这完全本末倒置，你知道？在那边喊升息升到4%、5%，打击房价居住正义大侠们，就是没出社会在那边该，他不清楚社会是怎么运作的。我现在来说一说中小企业是怎么靠房地产来续命的。首先你以为台湾中小企业那么多，每一家都隐形冠军都这么厉害其实有非常多家中小企业根本都是怎样打平或是赔钱的边缘，真的甚至他已经赔钱中。那他公司怎么没倒，怎么活的？答案就是靠贷款撑住
真的哦，到贷款成熟，然后等好赚的时机到来，哦，那个好赚时机一到来，一直赚起来哦，他就可以比填平以前的亏损，然后再多拿很多的钱，所以他在这个时机的理由面前，他必须要撑哦，就给他撑着就对了哦。这里面的门道是这样哦，就是公司工厂啊，就是要动，赔钱他也要动，至少你要把账做到赚钱，然后怎么样去向银行贷款，好，贷款周转金来发工资，好，一笔5年的企业贷款，大概可以让企业安稳续命3年没有问题啊，你就拿5年的钱，就2年留起来慢慢缴，让他自己扣自己嘛，你大概这3年里面。哦，有什么大风大浪，你都是缴得出这个房租跟那个员工薪水的。那此时很重要的操作就出现了，那个干嘛要贷款给你周转金？就要靠老板娘的房地产来做担保品啊，来把钱押出来续命啊。哦，这是第一种情况。你看哦，假设此时居住正义大法那边讲什么猛烈升息，那会发生什么事？好，会发生原本企业安全续命3年，它就缩减成2年甚至1年。此时这个中小企业就很危险了，因为升息是大家一起升，不是单单只有房贷在升。居住正义大侠在该哦，我跟你讲。他如果高薪，他也不会该，更有可能是居住正义大侠，他现在薪水就很一般，就在一家中小企业里面暗无天日加的班，真的猛烈升息，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拉高。我跟你讲，老板更可能的判断是，那我不要等了，我收一收，我不要做了，不然我继续等下去，到时候我连房子这抵押品我都保不住，然后就会开始裁员，然后居住正义大侠他又失业了。你看他有想到这一层吗？并没有嘛，他只是口嗨在那边喊说，这个猛烈升息来打爆房价我跟你讲，到时候猛烈升息打爆房价，他更买不起，为什么？因为他失业了，失业银行不贷款给他，就这样。第二种情况中小企业的老板娘看公司现金不多了，有一点危险，他就会怎样？他就直接拿家里的房子去抵押贷款出来救公司就在撑公司啦。以台北市来说，一间大安区的老公寓，你要押出2000万现金，这很简单啊。然后这种中小企业假设算进这笔房贷的周转金的还款，一个月含人事成本、营运成本要烧掉50万，这很正常一年3到5人的公司差不多就是这种开销烧掉50万所以。来做中小企业，你看这笔2000万可以让这个中小企业续命续多久？一个月烧50万，1年不是600，然后他压了2000出来呢，对啊，所以他没有差，他3年他都没有差。那你知道台湾现在有统编的中小企业有几家吗？来，你看这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商业司最新的2023年中小企业白皮书，里面就直接写出来，第12页直接写这个，来帮你画重点了。这有163万4000多家，这还是有统编的你看夜市菜市场的那些老板都还不在这上面然后你看第71页，这比较复杂。总之这个就是说我有标设，就是说不需要大量启动资金的行业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你自己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很依赖土地房屋，这就是土地房屋对中小企业的重要性非常多。中小企业其实都是靠房地产在撑的，在续命的，真的是这样。最高到31.94%餐饮住宿的总家数在台湾已经来到93万8218家，占全体中小企业的比例是57.43%。第43页讲的。那你说来个猛烈升息，房价腰斩，让居住正义大侠嗨起来，但是中小企业倒一半，就倒一半，倒了46万9109家，会发生什么事？我告诉你，这个社会要动荡到爆了，因为居住正义大侠他们大家都失业了，房价腰斩了，腰斩没错，但他失业，银行更不可能贷款给他买房子啊，他也买不起啊，这都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居住正义大侠真的很脑包好了，我讲那么多，我只是要骂那个居住正义大侠而已就这样。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